女人杀了18年的猪，突然得知自己竟是首长千金，只因全家即将被下放改造。贾千金害怕下放改造，立即就带上稽查大队去指认女人，结果自己身上却被女人拔得精光。不许动！苏苗苗立马举起双手，手中泛着寒光的菜刀上还带着丝丝血迹，精致而又小巧的脸上写满了惶恐。特别是目光落到对面那一群穿着极具年代特色的制服人员身上时，睫毛都跟着颤了颤。那个警察同志，杀猪也犯法吗？放下你手里的武器！领头的中年男人呵斥，苏苗苗立马丢下了手里的菜刀。你是苏苗苗？领头的人见苏苗苗这么配合，声音也没了一开始的凛冽。是苏屠户的养女。对。苏苗苗听到对方提到她养父，确定对方并没有找错人。难不成是养父犯了什么事儿？不对呀，养父3年前就死了呀。难不成在地下杀猪没杀好，被告到地上了？苏苗苗一头雾水，不过很快她就已经弄清楚了所有的缘由。好消息，原来她竟然是某军区司令家流失在外的小姐。坏消息，司令一家即将被下放。这是什么狗屎运气？刘队长，你看到了吧？她这张脸跟我妈，不是跟唐春兰长得一模一样，她才是他们的亲女儿。我是被报错的，该下放的人是她，我是无辜的。苏苗苗还在接受这么巨大的信息量时，一道急切而又尖锐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苏苗苗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是一个跟她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不过小姑娘养得珠圆玉润，肤色白皙，穿着一袭碎花长裙，脚下还踩着一双小洋鞋，一看就是从小被娇养着长大的。这大概就是那个和她报错的孩子。霍灵秀。一直沉默的霍家人听到霍灵秀这番话，终于有个年轻的男人忍不住站出来训斥了一句，他是霍家的长子霍文博。你不要乱叫，我跟你们霍家可没半毛钱关系。霍灵秀立马撇清，那样子就好像是生怕沾上什么脏东西一样。霍家的人看着他这副模样，只觉得心口疼的难受。这可是他们从小到大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啊！霍家的每个人对他都是打从心眼里的疼爱。可霍家一出事，他就立马翻脸不认人，甚至还主动带着稽查队的人过来搜查他们家，就为了踩着他们立功好继续留在京市。霍灵秀，你到底有没有心？从小到大我们对你有多好，你都忘记了吗？霍文博痛心疾首。你们那是对我好吗？你们那是对你们女儿、妹妹好，跟我这个人可没有半点关系。霍灵秀强词夺理。霍文博一个在军队里杀伐果决的人，此刻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反驳如此厚颜无耻的霍灵秀。呵！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冷哼声传来。霍灵秀看去，就见从进来就一直都没开口说过话的苏苗苗面带讥讽。她里面只穿着一件黑色的打底衣，脖子上还挂着围裙，围裙上面沾染着星星点点的血迹，手上戴着袖套，头发有些松散，额边散落着几丝碎发。这打扮实在是有些狼狈，可偏偏她长着一张绝艳的面庞。霍灵秀看着这般模样的苏苗苗，牙齿都快咬碎了。霍家的人一个个都长得无比出众，我却连清秀都算不上。以前就有很多人说我跟霍家不像是一家人，没想到还真的一语成谶。可这个女人流落在外那么多年，为什么这张脸还长得这么艳丽？想来是在外面被男人滋养得很好。霍灵秀可不相信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女孩能靠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好。如此一想，脸上的神情瞬间就傲然了起来。你有什么好笑的？明天一早你就要跟着霍家这群改造分子一起下放了。听说那地方一天饿3顿，等到了那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霍灵秀目带嫌恶。我一天饿几顿就不劳烦你费心了，先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账。我们之间有什么账？你刚刚说你跟霍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是吗？是。霍灵秀回答的铿锵有力，甚至还挺了挺腰板。毕竟现在刘队长他们还在呢，他必须要表现得足够坚定。你还说我父母哥哥们对你好，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和妹妹，跟你这个人没关系，是吗？是。很好。苏苗苗目光在他身上绕了一圈，微微勾起嘴角。那就把你耳朵上戴着的金耳环，脖子上戴着的金项链，手上戴着的手表，脚下穿的小皮鞋，身上穿的花裙子，全都脱下来吧。凭什么？霍灵秀的声音瞬间就拔高了好几个度。凭这些东西都是我爸妈哥哥买给我的。苏苗苗红唇轻启，霍灵秀的话一下子就被堵住了。苏苗苗一看他这反应就知道自己猜对了。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这家人身份背景又不差，想来是会送他去上学的。那他今年应该高中刚毕业，他身上这些东西怎么说也得要好几百块，放在这个时代那可是天价，绝不可能是他自己挣回来的。霍灵秀双手紧紧地揪着裙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红，这些可都是好东西，他怎么舍得脱下来呢？怎么了？不舍得？也是，就你手上这块手表都得要100来块吧，这些可都是霍家的东西，你确定要跟我们这些改造分子有金钱上的往来吗？苏苗苗这番话说的不急不慌，霍灵秀被吓得脸色一白，要是苏苗苗这话被传出去了，他就算是不被牵连着一起下放，也绝对会挨处分的。谁说？我不舍得了，你们霍家给的东西我都嫌脏。霍灵秀只能强撑着，咬紧牙关，
无比不情愿地将身上的耳环、项链、手表等一系列首饰摘下来，通通丢给了苏苗苗。还你，全都还你！苏苗苗掂量了一下手中的金耳环和金项链，还挺重。还有你的鞋子。苏苗苗目光落到霍灵秀脚上，霍灵秀牙齿都快咬断了，但又怕苏苗苗说她跟霍家有牵扯，只能咬着牙脱了下来。苏苗苗目光又落到她身上的裙子上，霍灵秀终于是忍不住了，冲她大喝：难道你想让我光着离开吗？衣服想留下可以。听到这话，霍灵秀脸色这才好一点，可下一刻，苏苗苗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用钱来换。你说什么？霍灵秀那口气还没放下去，就又提了上来。我看这件衣服的款式和料子都是极其上乘的，应该是在百货商店买的吧？我之前去逛过，像这样一件衣服，起码要15块以上，我也不多要，你给我10块就好。苏苗苗一副我如此大方的模样，把霍灵秀气得直接都在颤抖。你什么你？要么给钱，要么脱衣服，你自己选。苏苗苗漫不经心地斜了他一眼，霍灵秀气的胸口一起一伏，弱弱地看向一旁的刘队长，刚准备开口，有人却比他更快一步。刘队长，你们接我回家辛苦了，我也没什么好感谢的，这2件首饰就当做是你替我找到家人的谢礼，等会儿带着你的弟兄们去国营饭店吃点好的，提我的名字可以免费送酒水。苏苗苗说着就将霍灵秀刚刚摘下来的那套金耳环和金项链塞到了刘队长的手里。刘队长掂量了下那重量，眼睛顿时亮了。这要是出手，怕是有近100块。刚刚还想着霍灵秀还给他后，我再用手脚赃物的理由收回来，没想到这小女娃娃这么有眼力见。目光又落到了苏苗苗手上的那个手表上，这可是个好货，一般人家可买不起。苏苗苗眸色暗了暗，这刘队长的胃口还真是大，竟然一个都不打算给我留。苏苗苗心里狠狠唾弃，脸上却还是要保持着温和的笑意，将手中的手表塞给了刘队长。刘队长顿时喜笑颜开，立马塞进了随身的口袋里，抬头看向一旁的霍灵秀：你选哪一个？语气透着几分凉意。霍灵秀气得恨不得上去撕烂苏苗苗的脸。那可都是我的东西，他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送给了别人，这个贱人！你要是不想选，我就帮你选了。刘队长看着磨磨唧唧的霍灵秀，眉头紧皱。处理完这边的事情，他还想带着兄弟们去逍遥一番呢。霍灵秀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周旋的余地了，衣服他是不可能脱的，毕竟他可没有备用的衣服换，只能咬紧牙关，从随身的小包里翻出了10块钱递给苏苗苗。刘队长的目光在苏苗苗手上那10块钱上停留了片刻，苏苗苗不着痕迹地收了起来，笑意盈盈地迎上刘队长的目光。刘队长，这时间不早了，要是去晚了，国营饭店那边可就要关门了。刘队长听到这话倒也没再说什么，不过就是10块钱，今天这一趟的收获已经够多了，手上的这3样东西转手一卖，估计得有小200块。要知道他现在1个月工资才20块，这可抵得上他1年的工资了。那10块钱就当做是留给这小丫头的傍身财吧，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霍家如今是落魄了，可不见得以后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们一家人今晚好好收拾收拾，明天一早我接你们去火车站。刘队长撂下这句话，就带着他的弟兄们转身离开了。霍灵秀自然要跟着一起离开，但走之前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苏苗苗。贱人，你也就只剩下这一晚的好日子了，等你们下放后，等待你们的就是地狱。霍灵秀狠狠啐了一口，快步去追刘队长。女人杀了18年的猪，真实身份竟然是手掌千金，而她刚被接回家，还没来得及享福，就得知全家即将下放改造。看到这一幕的家人都无比心疼这个在外苦活了18年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苏苗苗。苗苗，这名字好，有朝气。这是我养父给我取的，说希望我能够像地里的禾苗一样茁壮成长。苏苗苗想起了那个老头，可是翻了好几本书才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苗苗，是妈妈对不起你，害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家，又害得你要跟我们一起下放。唐春兰说着，眼泪就啪嗒啪嗒的往下掉。唐春兰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美人，五官精致，身材纤细，说话的时候都是温温柔柔的，极具有亲和感。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血缘的羁绊，苏苗苗看着她这副眼眶通红的样子，心里有些发软。好了，虽然要被下放了，但我也找到了家人，有得有失嘛。唐春兰一听到这话，就哭得更厉害了。苏苗苗顿时就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这要让她杀鱼杀鸡乃至是杀猪，她都能眼睛不眨一下。可是安慰人，她真是一点都不会。好了，孩子才刚刚回家，你别吓到他了。霍父看着自家这个刚刚回家的女儿脸上的无措，连忙上前柔声安抚妻子。霍家的家风看着还不错，怎么就沦落到了被下放的地步了？苏苗苗又打量了一眼客厅里其他的人，大大小小有将近快30人。霍家还真是一个大家族。爸爸上面有2个哥哥，1个妹妹。大伯一家有8口人，二伯一家7口人，我们家6口，姑姑一家3口。不过姑姑一家在海市，但这次也受到了牵连。霍文博跟苏苗苗介绍霍家如今的情况，只是声音嘶哑的厉害。苏苗苗有些讶异，
但很快就适应了起来。这个年代大家都生得多，毕竟急需人口来发展。我们家除了你，还有谁？还有你二哥、三哥，他们是双胞胎。早上爷爷有点不舒服，他们就跟奶奶送爷爷去医院了。我等会儿去接他们回来。苏苗苗点了点头，又想起最重要的一点。对了，我们被下放的地点是哪里？我们一家是去墨城，大伯一家跟我们同样在墨城，不过分在不同的县区。二伯一家去南城，姑姑他们去西山。那爷爷奶奶呢？苏苗苗想起霍文博还漏了2个人，爷爷奶奶跟我们一起。那他们一家就是8个人。原本你回家，我们应该给你办个欢迎宴，挨个给你介绍家里人。只是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看到了，只能先委屈你了。霍文博语气里满是抱歉，虽然才第一次跟苏苗苗见面，但刚刚看他把霍灵秀那个没心肝的对到说不出一句话时，他对这个妹妹就满意的不行，这才像是他们霍家的孩子。没关系，苏苗苗对这些并不怎么在意。那你先在家好好休息，我去看看爷爷那边的情况，妈妈那边麻烦你多照看一下。霍文博语气满是歉意，苏苗苗本就是被他们拖累的，现在还要他给家里出力。好，苏苗苗目前对霍家人的态度还算不错，答应的也干脆。霍文博离开之后，唐春兰的情绪也稍稍稳定了下来。虽说霍家现在的情况一片混乱，但唐春兰和霍建国还是带着苏苗苗跟霍家其他的人一一认了个熟脸。毕竟明天一早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总得先把人认全了。苗苗啊，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大伯现在身上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块怀表跟随大伯很多年了，就当作是给你的见面礼了。苏苗苗一看就知道这是被小心珍藏的怀表。不用不用，他这个人就是遭不住别人对他好。你这是嫌弃大伯用过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就收下。霍大伯强硬的塞给了苏苗苗，这一刻苏苗苗才反应过来，霍大伯刚刚那番话都是故意的。苗苗，这个镯子是大伯娘结婚的时候我妈给我的，现在送给你。苗苗，我是你二伯，这支钢笔给你。我是你二伯娘，我是你大堂哥，我是你二堂哥。霍大伯一起头，其他的亲戚们也都开始纷纷方便全身找见面礼。霍家之前的东西几乎都已经被收工了，每个人身上都只剩下几件偷偷藏下来的好物件，眼下全都塞给了苏苗苗。毕竟这丫头一回来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他们心里实在是于心不忍，只恨不得能对她好一点再好一点，免得人家小丫头受委屈。苏苗苗看着怀里堆得满满当当的物件，一下子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想还回去，那些人却一个个都不肯收。最后还是霍父站了出来，替苏苗苗谢谢了大家，而后众人就各自回房了。毕竟明天一早就要去坐火车，大家还得回去收拾东西。唐春兰领着苏苗苗去了霍灵秀之前住的那间房。苗苗，今天晚上你就先住在这里，我跟你爸就在隔壁，有事情你就叫我们。唐春兰很想跟自己女儿多待待，也有很多话要跟她说，可现在时间紧，事情多，再多的话也只得等他们到达下方地点之后再聊了。我知道，你先去忙吧。好孩子。苏苗苗环顾了一下房间，房间很大，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公主床，旁边还有一个书桌，立马是一个大衣柜。虽然都空了，可就这装饰就能看出来霍家人对霍灵秀是掏心掏肺了，结果却养出了一只白眼狼。苏苗苗坐在书桌前，长长叹了口气，这好日子她是一天没享受，吃苦倒是一点没落下她。墨城。苏苗苗在脑海里搜索了有关于这个地方的信息，那地方相当于现实世界的黑龙江。没错，苏苗苗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她是穿过来的。当时她正在执行任务，为保护护送人员，替她挡了一颗子弹，醒来时就成了这个世界被遗弃在野外的小孩。那小孩在冰天雪地里没了生机，倒是让他的灵魂有了容器，后面就被他的养父捡回了家，然后在这个世界生活了18年。这个世界类似于现实世界的70、80年代，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处于一个非常低洼的阶段，大部分人吃不饱穿不暖，社会局势还有一些动荡。好在他养父杀猪的手艺极好，这么多年也没少他吃少他穿，甚至还把他养得白白胖胖，更是在他死后把工作传给了他。苏苗苗上辈子一直都处于一种极其不安稳的生活状态，每天奔波于各种任务，这样平静的日子让他非常满足。原本就想着这么一直生活下去，哪知道却被牵扯进了霍家的事情当中。如今的墨城荒凉无比，寒冷困苦，比现实当中还要艰辛不知道多少倍。去了那种地方，生活质量肯定没有保证。逃的话，我一个人倒是能逃，不过我要是逃了，霍家人身上的罪责怕是会更加一等。苏苗苗的目光落到一旁柜子上面堆成一座小山的见面礼，心思有些微动。她上辈子孤身一人，被组织看中后带去基地培养，她没有亲人，就连战友也没有，因为她只相信自己。可刚穿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什么事都只能依靠外界。苏屠夫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给她撑起了一片天，那颗冷硬的心终究还是被那个死老头磨得柔和了许多，甚至都生出了同情这种不该有的情绪。算了，逃了就要重新更换身份。苏苗苗这个名字可臭老头留下来的，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遗物不算多，起码我算一件，更何况还答应过他，
要招个赘婿，替他老苏家延续香火，这个身份不能丢。苏苗苗闭上眼睛，意念一动，她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这是她上辈子在组织里做实验而获得的异能，没想到跟着她的灵魂一起穿过来了。这里面可以存放物品，时间是静止的，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功能。苏苗苗现在正在清算自己空间里存储的物资，这都是她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家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苏屠夫留给她的，包括米面粮油、衣服、首饰、布匹等一系列生活物资。这些东西还太少了，下放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又老的老，少的少，还需要再准备一些。如此一想，苏苗苗也没再耽误时间。刘队长离开之前留了2个人在霍家大门口守着，前门不能去，只能走后门。苏苗苗换了身衣服就走到阳台，这里是2楼，下面是柔软的草地，这个高度对她来说轻而易举。隔壁隐约有动静传来，不过她这个房间是在最里面，其他房间的人看不到她这边的动静。确定一切都安全后，苏苗苗双手撑着栏杆，利落地跳了下去。她的身子如同一只灵巧的猫咪一样，轻巧地落在了1楼的草地上，随后不做停留，快步朝着围墙跑去，身子轻轻一跃，双手瞬间攀上了围墙，一个翻身就跳了出去。猪肉只需要8毛钱1斤的年代，女人却拥有2000块的巨款，但这些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只因全家即将面临下放改造，她需要购买足够30多口人的物资，但这个年代货物是不允许私自交易，女人只能在黑市进行交易。你说什么？我说我要1000斤糙米，500斤大米，500斤面粉，500斤猪肉，500斤牛肉，200斤羊肉，红糖100斤，鸡蛋100斤，各种糖果100斤，各种调味料各5箱，牛奶麦乳精各20箱，包子馒头煎饼有多少要多少。苏苗苗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写了下来。墨城那边天寒地冻，需要各种御寒衣物，棉衣棉裤，帽子手套鞋子，通通都要准备上。等等，苏苗苗抬头看向面前的人，眼睛里透着几分冷意，似乎是对他打断他思考的不满。这位小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来逗我玩，但就算你是真心实意来给我买东西，你开的这些东西我也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这么多物资也就只有公家能拿出来。苏苗苗神色凝重，她开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是保守数量了，毕竟家里有那么多口人，粮食不准备充足，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那你这边有多少？你真要这么多东西？男人细细打量了一番苏苗苗，这丫头声音听上去很年轻，但那双眸子里透出来的气场却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养出来的。对，但我时间比较紧，天亮之前就要。天亮之前？那这也太紧了吧。你帮我准备大概2000块钱的物资，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100块的报酬。多少？苏苗苗也不跟他废话，直接从怀里掏出5张10块的票子塞给了男人。这是给你的定金。男人看得傻了眼，把那5张票子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确实都是真币，随后一把塞进了裤兜里，再次看向苏苗苗的眼神就变得热切无比。要知道他们的收益基本都是倒卖的差价，苏苗苗来他们这里买东西原本就是给他们送钱，要是能凑齐2000块钱的物资，再多加这100块的辛苦费，他将近半年都不用开业了。与其每天提心吊胆，不如来一波大的。好，妹子，我看你是个爽快人，你这生意我接了。好，天亮之前你叫人把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新口路230号那个仓库里，我会让人去拿货。那个仓库荒废很久了，四周也没什么居民，确实是个交易的好地方。你这边尽快准备，天亮之前送来的物资我全要，天亮之后我就不收了。还有你注意点，不要被人察觉。放心吧，我干这一行这么久了，要是这点注意力都没有，我早就进去了。我先去那边等你。好呢。苏苗苗则快步出了黑市，赶往那个废弃的仓库。她一点都不怕那个男人收了她的全部来送货，毕竟挣50和挣500，是个人都知道该选哪一个。苏苗苗在废弃的仓库里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黑市那边就派人送来了第一批货。妹子，这里是200斤大米，你先收着，后面的我再去准备。麻烦替我放到里面。没问题。男人一个眼神，后面的小弟立马推着板车送了进去。200斤大米，苏苗苗按照黑市的价格折算成现金递给了面前的男人。男人接过钱后，往指尖吐了口唾沫，利落地数起钱来。卸完货的小弟一出来就看到他们的大哥手里那一大摞票子，眼睛都看直了。没错，1分不差。麻烦你们尽快把其他的物资送过来，我的时间不多了。放心，我是先领他们认个路，后面就快了。男人这话并没有直说，其实就是他们还不太放心苏苗苗，这才先拿了200斤大米过来探探路。眼下看苏苗苗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自然是放了心。苏苗苗见那些男人都离开之后，转身回了后面的仓库。仓库里面破败不堪，200斤大米整整齐齐地堆在空地上。苏苗苗意念一闪，那200斤大米就已经存放进了她的空间。又过了半个小时，仓库前面传来一阵细细索索的动静。苏苗苗看了一眼，这次来的人不少。600斤面粉，500斤糙米，200斤猪肉，
陆陆续续一车一车的把物资往破仓库里面搬，每搬进一车，苏苗苗就付一车的钱。那黑市负责人也不来回跑了，就在一旁收钱，收到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负责人那边实在是拿不出其他的东西了。妹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边已经将能收到的物资全部都收拢过来了，连带其他黑市都帮你打探过了，只是眼下查得严，我们只能找到这么多物资。负责人有些肉疼，他看苏苗苗的样子，手里明显还有很多钱，结果他们却没物资换了。没事，辛苦你们了。苏苗苗说着又掏出了50块钱递给面前的男人，这是另外一半辛苦费。多谢妹子，今天晚上真是遇见贵人了。男人瞥了一眼几乎快被塞得满满当当的破仓库，这些东西需要兄弟们帮你送吗？免费的，不需要额外付钱。男人现在已经把苏苗苗看成财神爷了。不用了，我已经安排人手过来拿了。那好，我们这边就不打扰了。男人急着回去跟兄弟们分钱，招呼一声就带着人走了。而苏苗苗确定附近100米之外都没有其他人的气息之后，这才把所有东西都收纳进了空间。这么多东西收进去，却并没有占据空间多少空间，要不是时间不够的话，他还想多囤一点。马上天亮了，要是再不回去，霍家那边可能就会有所察觉了。苏苗苗悄无声息地出了破仓库，一路朝着霍家走去。苏苗苗原路返回自己的房间，刚洗了个澡，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动静。苏苗苗刚出门就看到唐春兰正朝着她这边走来。女人明明在黑市囤了几千斤的物资，可稽查队怎么都搜不出来，只因物资全在女人的空间里。妈，刘队长他们来了。我知道了。霍文博转身下去安抚刘队长，给他们再多争取一些时间。苗苗，你收拾一下东西，我们一起过去。如同苏苗苗猜想的那样，霍家人收拾好的行李，刘队长带着人又仔细细地翻查了一遍，查到值钱的或者是他们看得上的，就说这些东西涉及案件，要带回去上交。霍家人知道他们是想私吞，但也无可奈何，只能紧握拳头，咬紧牙关，任由他们将他们很不容易整理好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霍家的人原本还担心他们送给苏苗苗的东西也被这群人媚取，一直都盯着苏苗苗的包袱，结果里面就只有几件霍灵秀遗落在家的衣服。众人神色一变，但很快又收敛了回去。刘队长确定霍家人身上已经榨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后，这才把他们送去了火车站。霍老爷子，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家人一路顺风。苏苗苗和苏大伯一家是同一趟火车，而其他人则是其他的火车，一家人只能就此分别，每个人都眼睛红红的。苏苗苗站在后面，神色未明。小妹，你不用担心，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苏苗苗一抬头就看到了2张一模一样的俊脸，惊得她差点没挥拳出去。小妹，你还不认识我们？我是你二哥，我叫霍敏学。小妹，我是你三哥，我叫霍心远，以后我罩你。霍家这3兄弟还真是性格各异，大哥稳重，二哥温柔，三哥开朗。以前霍灵秀的日子过得是有多么的舒心。小妹刚回来，你们不要吓到她了。霍文博看着一直都没说话的苏苗苗，还以为她是被这样的阵仗吓到了，立马训斥了一句自己的2个弟弟。我只是想跟妹妹打个招呼。霍文博的目光重新落到苏苗苗身上，眼底满是愧疚。妹妹没有在霍家享过一天的福，却要跟着我们一起受苦，不仅没有像霍灵秀一样歇斯底里、咒骂怨恨，甚至一直都很乖巧温顺。这样的妹妹实在是让他忍不住心疼。她年纪小又这么瘦弱，怕是还不知道未来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我以性命起誓，未来绝对不会让妹妹吃一星半点的苦。霍敏学和霍心远看着他们大哥的神情，也在暗暗发誓，一定会护好他们的妹妹。眼下的火车只有绿皮，人员拥挤，开得又慢，到墨城需要2天1夜，他们的位置自然也都是硬座。年轻人还好，2个老人就要遭不少罪了。霍老爷子年轻时可是战场上的不败将军，就算已经退下来多年了，身上仍然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场。只是当他的目光落到苏苗苗身上时，瞬间就变得柔和了许多。你叫苗苗是吗？害得你要跟我们一起受苦了。苏苗苗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听过许许多多的抱歉了，都已经有点肌肉记忆了，无比顺口的回了句没关系。好孩子。霍老爷子看着面前的小孙女，心里是满意的。经受了这样巨大的变故，这丫头仍旧能够面色不改。听老三说，这丫头昨天3言2语就把霍灵秀说的气急败坏，不愧是我霍家血脉。可一想起霍灵秀，霍老爷子就觉得心口又跟着一抽一抽的疼。他们霍家自古就是阳盛阴衰，他小女儿嫁去海氏后，家里就只得了霍灵秀那么一个孙女，从小他就当宝贝眼珠子一样护着，哪怕他不像霍家其他的小子一样聪慧伶俐，但他给他的关爱是最多的。结果最后捅他们一刀最深的也是他。他这辈子阅人无数，自认为眼光独到，却不想在自己人身上翻了一个大跟头。昨天去医院也是被霍灵秀给气的，眼下一想起就又觉得头晕目眩了，只得闭上眼睛休息。苏苗苗看对方这模样，也没再出声打扰。爷爷从小就疼霍灵秀，估计是又想到他伤心了。苏苗苗点了点头。这2天1夜的行程，饶是苏苗苗都做的尾椎骨有些疼，毕竟这具身体可不像前世一样经历过那么多训练。苏屠夫对他可是很娇惯的，
他活着的时候从未让他干过什么活。看来以后还是不能够太放纵。苏苗苗暗想，等到了下放的地方后，一定要重新训练一下体质。一路颠簸，总算是在第3天的傍晚下了火车。霍家人一出火车站，就看到了门口站着许多接人的人。苏苗苗一眼就看到有一个皮肤黝黑、颧骨突出、身材消瘦的年轻人举着一个牌子，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霍建国。爸，那好像是来接我们的。霍建国随即带着一家人朝着那个小伙子走了过去。你好，请问是石码头村来接人的吗？对，我就是石码头村的，你们是霍家人吧？你们总算是来了，我都等半天了，还想着你们今天是不是来不了了，赶紧走，要不然天黑之前我们都回不了村。小伙目光不小心落到了苏苗苗身上，瞳孔顿时一震，随后黝黑的脸顿时泛出了一阵红晕，并迅速的蔓延到了耳后。那黑里透红的模样，只衬得他整个人像是一颗熟透了的黑布林。霍文博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下意识的挡在了苏苗苗的面前。他知道他妹妹长得好看，放在京市自然是没人敢动他们霍家的人，可如今来了乡下，那就得严防死守了。那个，我们先出去吧。小伙大概也发现自己的反应有点太失礼了，立马收回了目光，结结巴巴的在前面带路。好在霍家大伯那边也找到了过来接他们的人，两家人就在此分别了。前来接霍家人的小伙叫做山伢子，是石码头村土生土长的村民。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拴着一头驴车，山伢子从之前的窘迫中回过神来以后，就显得非常的热情，帮着霍家人上了驴车，然后驾车回村。路上跟霍家的人介绍了一下他们石码头村的情况。我们村归属于安阳大队，大队里像我们这样的村子一共有12个。如今正是秋收最忙碌的时候，你们这个时候来算是遇上好时候了。再晚几天秋收过了，工分就更难挣，到时候都分不到粮食，冬天可就要饿肚子了。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村的人都挺好的，这些年也接收了不少像你们这样下来改造的，只要你们认真改造，村里的人都乐意接受你们。山伢子是个话多的，一路上几乎是把石码头村的情况都跟霍家人解释了一遍，但霍建国他们是越听眉头越紧，不看别的，一看山伢子本人就知道村里情况肯定不好。村里估计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要不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怎么可能会瘦成这样？我们男人倒是不打紧，可家里还有2个老人，夫人更是家里的娇娇，不管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从来都没干过活。女儿就更不用说了，如此瘦弱，要是再吃不上饭，岂不是会更瘦？霍建国已经在心里盘算，到了队里一定要尽快熟悉工作，多挣一点工分，让家里的父母、妻子、孩子都能吃饱。一路闲谈，终于在天色彻底黑下来后抵达了石码头村。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一个年约50多岁的中年男人，看到山伢子驾着驴车回来了，这才松了口气。村长，你们就是霍家人吧？王洪杰在霍家人身上绕了一圈，8口人，除了2个已经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其他的倒都是青壮年。这倒是为村子里增加了不少劳动力，正好可以稍稍缓解一下最近秋收人手不够的局势。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你们的住处，